你其實每個月只要可以存下1萬1的話，你就可以打造一個3000萬的退休金目標。主動型最近很熱門，而且很多人在講說它的績效比060還要好。對啊，但是你長達15年的投資績效，大概90%以上都是落後大盤的。今天我們下班經濟學來的是第一次到節目來的雨果老師，老師你好。老師好，整一哥好，琼芳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果。老師在2017年的時候就轉向指數型的 ETF 投資嘛，对不对？可是這個轉折是怎麼發生的？對，之前在澳洲，然後07年回到台灣開始工作，工作之後有台幣收入啦，我就開始想說在股票市場，我想要趕快變有錢。股市賺錢是比較輕鬆的方式嘛，所以剛開始我就簡單的買一些個股，我從雜誌上隨便挑一檔，因為雜誌上每一檔看起來都很厲害，隨便哦，我就隨便挑一檔，完全沒概念。我剛回台灣，對台灣市場完全不懂，我連很多餐廳都沒聽過。好，那我就選了一檔，那買了一下，大概我記得3萬多塊，然後買了一檔，大概2個禮拜左右，大概賺了10%，賺3000多塊，我就把它賣掉了。賣掉而原來股市賺錢其實也不難嘛，蠻輕鬆的。於是我就開始加大本金，反正那時候薪水收入自己省省的花，大部分的錢都拿来做股票投資了。投資的過程呢，慢慢就開始碰到不是那麼順的時候，開始賠錢了，我覺得不對，要開始認真找方法，所以我就去市面上找書啦，然後看一下股市大家怎麼投資。這時候書架上最多的書全部都是講 K 線投資、技術分析的這些東西。我就買個幾本回來看，大概了解一下。是第一個是，其實前面也不難，可是翻到後面的時候，怎麼這麼複雜？好多變數不同的狀況要應對。好，那我就去嘗試。我就這樣嘗試投資了幾年之後，發現有時候賺，有時候賠，不是那麼穩定的賺錢方式。而且很倒霉，或是很幸運的是說，我07年開始投資嘛，08年就碰到金融海嘯。我印象中我大概投了大概200萬上下左右的錢進去，然後呢，一個金融海嘯。那時候真是死散戶的心態，我就是也不認賠，就一直熬，一直熬，一直加碼，熬到最後跌破4000點的時候，我受不了了，我覺得這個是無窮無盡的，我就把4000點以下我把持股全部出清了，然後就開始上去。對，台股最低就是3955，我賣掉的1個禮拜內就開始反彈，這個反彈我就覺得它一定是暫時反彈，一定還會再下來，我就看着它，我就等你下來。我想說我錢先留着，等你最低點我再來買，結果它就一路回6000多點的，所以我就整波就是賠一大堆，那也沒賺到。那時候開始就是流行巴菲特投資、價值投資，巴菲特開始在台灣很有名，我也開始去學。價值投資看財報嘛，研究財務分析，這我沒問題，因為我之前在念 MBA， 所以看財報比較不是太難的事情。開始學了之後，開始去做這財務分析，這個分析內容 OK， 可是我買一些持股，可能我那時候心態不對，我太想要買標股了，我買一些中小型股。它就是不會漲，資金沒有進去它就漲不動。我抱了2年受不了了，我的機會成本就我不買別人還在漲啊，這個都沒漲，所以我就賣掉了。賣掉之後過幾年它就開始飆漲，漲好幾倍。在這個過程不管是技術分析啊，就是基本面分析啊，我都是賺賺賠賠，賺賺賠賠。甚至我去嘗試大盤選擇權，然後我去做買權賣方，我賺了11個月，而且本金越加越大。我從賺1-2萬塊、7-8萬，到1個月可以賺10幾20萬。我終於找到投資的方式了。然後第12個月把前面賺的全部都吐回去了，因為我就硬凹方向。凹錯嘛，我就一直凹下來，凹到最後我一直受不了，全部就是平倉賣掉。這過去10年一直到2017年，這10年的投資經驗對我來講就是沒有賺錢，我就把這個以時間損益每一年全部調出來。那 Excel 加總之後發現，怎麼負2萬多？負2萬多？對，所以過去的感覺，對，就過去10年來我到底在幹嘛？然後我花了那麼多時間，我承受了那麼多的風險，等於做那麼多賭注之後，我不但沒賺錢。我比定存還慘，對，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如果我再用這樣的方式再繼續下去10年的話，我也不會賺到錢。那我當初那個年輕想要趕快致富的希望已經沒了。我現在已經40歲了，那個時候40歲，我希望我60、65歲可以退休的話，只剩20年，我一定要找到一個可行的方式。所以那時候才轉念去想說，那指數化投資我以前有聽過，可是它年化報酬率7到10%，這不過是一根漲停板的事情嘛？我幹嘛浪費1年去等那種報酬率？以前看不上眼。現在發現我10年了，我連一根漲停板都沒有。對，所以我那時候調整心態，不然我試試看的。一開始07年，我當然是先挪一部分的資金過去小買，買發現哇，這裡好輕鬆哦，這裡都不用管然後個股都沒很擔心，於是慢慢的很自然而然，人性就這樣，我就把越來越多資金移到這些指數，什麼060或是美國這些 ETF 去，很自然到2018年，我就繼續把大部分的資產都移到指數化投資去了，然後我就覺得我終於找到投資的方法了，然後慢慢的績效就有出來了，我的心態開始變成我不用去在意這個投資報酬率了，我看的是我怎麼樣把我賺來的錢存下來，然後投入指數去，我看着我資產有慢慢的成長，有時候快有時候慢沒關係，可是我看到它在成長，總好過我前面10年那邊白忙一場。了解。团队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
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老師，那我想要請教你，觉得指數型投資有哪3大優勢？对，指数型投資，我覺得相對個股有幾個優勢。第一個是我在那邊選個股，其實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會不會漲。然後我每次買了之後呢，我每天都要看，因為我會懷疑我到底是不是對的嘛，所以我每天看股價有沒有上漲，它漲我就覺得我是對的，它跌我就覺得我是錯的，永遠都在這種變數中在自我懷疑。可是當我做指數化投資，我買下用 ETF 買下全市場之後呢，太輕鬆了，所有的股票我都有，所以不管誰漲誰跌，跟我都沒有絕對的關係，因為反正我都有嘛，我只要取得一個市場的整體報酬就好。那當我的持股量就越分散越好了，不只是大型股，最好中小型股也都有。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是先嘗試美國市場，只買美國，美國又不好的時候啊，金融海嘯之後，它也是大概有沉寂8到10年吧，都沒有什麼上漲。那我乾脆把我的持股分散到全世界去。美國好的時候我有，美國不好的時候我有其他新興國家的市场我也有，台股好的時候我也有，所以我就做一個全世界的分散。那第二個是透過 ETF 可以方便做資產配置。比如說我現在想要有股票資產，我想要債券資產，可是當我股票資產我想要買個股的時候呢，我不可能一個人去管40-50檔那麼多，可是我買一檔 ETF 我就可以持有美國500檔公司，台灣就可以持有50檔公司，那對我來講太輕鬆，我只要管2檔就好了。那第3點是，既然它就把市場整個包含下來了，那我就不用花時間去研究這些變數啊，因為我在買個股的時候，每一個都是變數。就算財報很好，它也不代表它未來一定會上漲，它只是說這個公司不是地雷股而已。那現在在飆股的時候，大家在漲，我也不用 FOMO 說我到底有沒有買到，買到到底可以抱多久？我很怕賬上賺的這筆突然又吐回去不見了，每天都在那邊提心吊膽。那我覺得它就解決我這麼多困難。我覺得指數化投資來講，這是。尤其到40歲的時候，真的是太好用了。是因為其實老師在書裡面都有提到，包括在自己的版裡面都講到，就是說，其實呢就應該投資，應該為自己的退休來做準備，而且你有一套就是可以在退休前來準備3000萬的退休金計劃，對不對？那到底是怎麼做呢？對，像我自己对自己設定的目標，退休金是設3000萬，但有些人覺得3000萬太誇張、很離譜，根本就太難了，他可能覺得1000萬都很難。那其實這個差別就在於說。時間要早，你的本金要多，盡量越多就想辦法存錢嘛。我們看一下，我這邊有一個畫面，就是如果你今天早點離期，你不用到中年開始，你20幾歲出社會開始工作，25歲就開始準備的話，基本上你要怎麼到3000萬呢？2個方式。一個是，如果你的父母在你從小紅包就幫你存起來，就開始幫你做投資，他有可能。現在很多年輕爸媽都開始在做這樣子準備了。對，慢慢存，慢慢存。你看，你到20幾歲的時候，父母這20幾年的長期投資，其實很有可能已經幫你滾出100-200萬出來了。如果父母這時候把錢給你，你不要把它拿去花掉，你把這筆錢繼續留着，當做你的退休金準備，186萬一次性投入，都不要動它，然後一樣配息複利滾存進去。40年之後到65歲的時候，你就會有超過3000萬的。但如果沒有的，像剛哲新哥說，很多人沒有嘛，對啊，那也沒關係，我們自己來，我們一樣這40年堅持下去，我們每年定期投入大概13400塊，其實這是平均大概是1個月11000啦。你只要每年可以固定做到這件事情，每個月固定做到這件事情，你總投入本金是多少？500多萬，你一樣在40年之後可以達到3000萬。單筆投入100多萬的時候，你只需要準備一筆186萬。可是當你變成分成每個月投入11000的時候，長達40年，那你總投入金額是500多萬。那同樣的，來到中年之後呢，45歲來了，哇，我還是想要設3000萬怎麼辦？這時候就比較困難一點，因為我只剩下20年的時間嘛，那我就變成每年需要投入67萬，平均大概就是1個月要5-6萬塊左右。對有些家庭是比較難一點，那收入比較高一點的話，可能5-6萬對他還可以。那一樣，他總投入資金會到1300多萬，一樣可以在20年後達到3000萬的目標。55歲就更難，你需要每年投入200多萬，這對大部分人來說幾乎是很難辦到的事情。對，所以從這個表我們可以呈現出說，其實在投資方面最難的地方在哪裡？最好是一開始就有一筆本金可以投入，要不然就是你有40年的時間可以等它成長，要不然你越到後面就是越難。那你看一下，在25歲投入的時候，每個月只要11000，可是到55歲投入的時候，每個月要將近17萬，這相差了15倍。所以當然，我們大家越早知道就越好。那其實如果你到45歲的時候，你也不用太擔心，還是有機會的。那你覺得一年67萬太多了吧？怎麼可能？對呀，你的目標不要設到3000嗎？那你早點知道，如果你自己的本業收入多，你可以投入多一點錢，你可以設3000。但是沒有的話，你把目標降到1000、1500也可以啊。所以聽到這邊，我相信大家也都蠻好奇，就是老師目前您自己的這個投資的組合是怎麼配置哦？然後你的投資報酬率目前是大概多少？好，以我自己的配置方式，因為我想要投資全世界嘛，那主要就要透過美國市场、美股市场。那我知道有一檔是 VT 可以直接包含全世界，那我自己想要是稍微控制一下比例，所以把它拆開來，變成我投資 VTI 投資全美國。
然後投資一檔叫 VXUS， 投資美國以外的所有的市場，透過這兩檔加起來就等於投資全世界了。那我用股票8成，債券2成的比例來做，債券的部分主要就是持有 BND 跟 BNDX 這兩檔也是包含就直接涵蓋全世界的債券啊。我自己有再多拉出來投資的 VGIT 跟 TOT 這兩個其實就是美國公債中期跟長期債券，這個呢稍微做一點點的調整配置，所以對我來講它比較算是衛星配置。這邊全部加起來呢，股票8成，債券2成，我就做這樣長期的投資。那這個是海外賬戶的美國持股的部分，另外。因為其實它有一個錢有點拿不回來的風險在，對啊，所以我還是配置了10%在複委託。那通過複委託呢，我就不想要持股那麼多了，因為那個手續費畢竟還是比較高一點，比較麻煩。所以我配置一檔叫 AOA。AOA 這一檔很簡單，它就是直接裡面配置了8成股票跟2成債券，每半年執行是再平衡。所以簡單來講，我只要買這一檔，我什麼事都不用做了，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但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的管理費比較高一點點，管理費比較高，对，比較高。那其實它高也沒有高到多少，跟台股 ETF 比起來，它還是比較低一點的。哦，對，還是有差別的。所以我先配10%，這是我在目前的配置方式。那我這樣的配置方式呢，会一直維持到我退休前，因為我算走積極型的。那我覺得，像比如說你40歲到60歲，你要20年的時間嘛，其實你很有機會再走過2次景氣循環。那不管大漲或大跌，你只要經歷過好好的持有，透過固定時間去執行你的再平衡的話，基本上你的資產可以比較穩定的成長。那你不用太早把你的股票配置降低。对，這是在退休前的部分。退休後之後呢，我還是維持美國跟台股的比例。那台股我還是維持3成啊。台股維持3成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希望我資產全部都是美金。那我在台灣要用錢的時候，我還是要用台幣，我就不希望是受这匯率影響。那第二點是，你在台灣有資產，基本上你要辦信用卡、辦貸款啊，你要借錢啦，你要質押啦什麼的，你要做資產證明啊，這個還是比較好用的。有些複委託啊，人家銀行是不承認的。哦，對，那更不要說海外的資產的。可是到退休之後呢，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在管理我的資產，在執行再平衡，我想好好過我退休生活，所以我就把投資標的大量簡化到我海外資產，我就直接投資 VT， 投資全世界，跟 BNDW 投資全世界的債券跟股票，這樣就好了。然後呢，在複委託的部分呢，我剛剛提到 AOA 嘛，那我今天換了一檔 AOM 它是股債比例4:6，那我在海外的部分呢是6:4，股票債券是6:4，這兩個整個加起來呢，我的股票跟債券在美股的部分是各半5:5，可是再加上台股我現在有3成的比例嘛，所以其實我整個股票比例其實大概是64%左右，65%左右，那債券一樣是維持在36%，等於是一個6:4的配置。對，那透過這樣的方式，我覺得我在退休後的資產波動会相對再更低一點，那也有這些配息可以領。那在台股方面的話，我就一樣繼續維持0050跟0087%核心跟衛星的配置。好，在我的投資報酬率的部分，其實老實說我沒有在記錄我的投資報酬率啊，沒有嗎？對，因為像我每年都在執行再平衡嘛，那常常買賣，我今天懶得回去看我的報酬率。那對我來講，我覺得現在對我更重要的不是我的投資報酬有多高，100%、200%沒有意義的，我更在意的是我這現在資產到底成長多少，到底離我的退休金目標還離多遠，這個才是我在看的。所以我自己有用 Excel 表，把我每一年的資產都記錄，年底的時候把資產都記錄下來。我想要每一年看我資產是不是有增加。那就我目前有的記錄，目前大概每年資產其實有增加10幾%。當然有包括我自己投入的一些本金，可是我自己投入本金相對我資產來講已經很少了，影響已經微不足道了。那我記得有2年是特別高，2022年到23年的時候，跟今年那時候大概有30%，今年也是特別高，因為台股的關係，大概資產成長幅度有30%，這個對我來講才是比報酬率更重要的。另外就是其實今年0050漲蠻多的，你有沒有考慮要多加碼一些台股的部分？好，我覺得這是一個短期現象。這個短期現象可以多久我不知道，所以你認為0050漲，台灣大盤漲是短期的現象？我這麼說好了，我的投資時間應該是不是直到我退休時候，我是到我人走掉之前，我都需要靠股票投資嘛？是，所以這時間至少40年的時間。那我們看一下台股過去的記錄，台股在大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其實台積電大漲是大概17年、18年之後開始的嘛。那因為它整個技術變成這世界跟不上的時候，才帶來這樣的漲幅。可是，在17、18年之前的台股是什麼表現？大概是萬年就會下來，萬年就會下來。那我不知道台股將來會怎麼樣，同樣的我也不知道美股將來會怎麼樣，所以我覺得最保守的方式就是維持我現在的配置都有。台股或許這幾年會漲特別多，但是我有3成的資產在台股嘛，我有賺到。可是如果可能5年之後換美股在飆漲的時候呢，美股我有7成，我也有，所以我不用因為這樣子的換來換去。像你說
0050這麼好，那台積電這麼好，為什麼不買台積電就好？對啊，那台積電是前幾年好啊，可是今年開始走什麼聯發科啊、日月光啊、國巨啊這一些，等於是說台積電好完之後，這些資金擴散到他們這些也開始要起漲了。可是今年像台積電漲就沒有0050多啊，對，所以我覺得這種短期現象就不會把它拿來影響我的整體的資產配置的方式，我不會因為這樣子而去改变。反正我的配置我全部都持有了，今年漲誰，明年漲誰，後年漲誰，我都有，就我就不用太擔心，不用去因為短期现象去改变我的长期配置方式。是，其實剛才看到那個老師呢，在退休前的持股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就是其實台灣很多人喜歡高股息的 ETF， 就算是退休的時候，而且它會拉高它的比重嘛。对。可是我發現你好像不喜歡高股息的 ETF， 為什麼？好，我不應該配高股息的。哦。對，但是我会配高股息的一個原因呢，我自己其實我之前持有在更久之前。那你怎麼看主動型的 ETF？ 對，主動型最近很熱門，而且很多人在講說它的績效比0050還要好。對啊。我有最近看到一個數據啊，這些該上市1年了，以前要破1000億很難，對不對？那個規模破1000億很難，現在他們上市1年的、上市2個月的都已經1-2千億了，大家是資金全部轉過去。為什麼我們像我做指數化投資的話，就比較不會去買主動型 ETF 呢？有幾個主要原因啊。第一個是我買的都是被動式 ETF， 它有選股邏輯在，我可以看到選股邏輯，知道說這個股票是什麼特性、什麼性質，將來發生什麼情況呢？大概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我猜想得到，所以我心裡有個底。可是我買主動式的時候呢，是基金經理人、操盤手他在決定的，他要買什麼，他也不用跟我交代，所以我完全猜不到他要買什麼，我只能期待他選股功力很好，然後他可以帶來比0050更好的績效，如此而已。我在買個股的時候就很多變數了嘛，那我現在就多一個經理人的變數在，我也不知道選股到底好不好。當然最近很流行的是瑤池金木嘛，它的績效特別好，所以可能掛他的名字的這些績效，大家就很願意買。可是現在就第二個變數了，基金經理的變數大，我不知道他會在這家公司做多久如果我的績效是看着經理人在走的話，他有沒有可能3年之後離職或被別家挖走，甚至自己出力成立一個私募基金，有人私募拿錢給他去做投資，都有可能。那我就變成說，這一檔我沒有辦法保證我一定可以抱30-40年都不理他，我必須要看這個經理人有沒有換人，換人呢，我是不是該換去別檔？那我要換去哪一檔？我要重新傷腦筋一次。這個是我對我第二個疑慮。那第3點就是，像美國的統計是，你長達如果同一檔基金你長達15年的投資績效，大概90%以上都是落後大盤的。它有可能在3-5年、8年很好，可是只要一次看錯方向，整個大跌之後，它整個績效就落後大盤。那我想要持有30-40年，我就不太想去賭這個風險，我不想去傷腦筋什麼時候該換。對，這是另外一個風險。那還有一點，這個很合邏輯的，就是像有些很知名的這些主動式 ETF 啊，因為很吸引人嘛，所以大量資金會進去。像台股現在就這個現象，資金一直進去，規模會越來越大。那你知道他以前很好績效的時候是買中小型股飆上來的，可是當他基金大到一個規模的時候呢，他就不能再買中小型股了，因為你的資金量太大，你會自己把價格買上去。所以他的資金变成我只能去買全指股，錢越來越多，你就越来越多錢，只能去買全指股，慢慢你就會跟0050長得越來越像。對，那可是你的內扣費用是2%，0050是0.3%、0.4%，你這樣持有20年下來之後，你就會變得很吃虧。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長期統計的記錄裡面的超過15年之後，大概主動式 ETF 要在贏的幾率就相對低於就不到1成了。今天老師呢帶來這本書哦，就雨果老師寫的這本就是中年理財，對我們人生不只要面對的是收入與支出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抵禦突發事件的能力。那老師希望這個讀者讀完這本書之後有什麼樣的啟發呢？其實很多人的問題不是在如何賺更多錢，而是他沒有回過頭去看他的根源是，你可能是花太多錢了，或者是你可能根本不需要那麼多錢去過好你的生活。現在太多人在喜歡做比較啊，想要過很好的物質生活。但是真正其實很多有錢人在臨終的時候回過頭來看呢，他真正最在意的並不是說我在哪一筆交易有沒有賺到很多錢，有沒有成功，他最在意的是他的親人之間的關係，我的人生到底有沒有什麼想做的事情沒有去完成的。很多事情其實跟錢沒有關係的。那我在這本書呢，尤其到中年的時候，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我們這個時候或許我們收入已經到頂峰了，你後面想要在大幅成長的幾率已經很低了，那不如就是面對現實，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到底可以賺多少錢，然後如果好好把它省下來，為我的退休金做準備。當我的這個錢資產準備好的時候，其實我會更有底氣對生活上一些我不喜歡的事情說不。我不想要早上8點上班9點上班，你可以換一個工作。我不想要 on call， 我不想要加班。當你的資產夠多的時候，你就有這個底氣去向你不喜歡的事情說不，然後把你的人生把你的時間給買回來。是，我覺得這個資產那個財富自由就是可以向你不喜歡的事情說不，這句話真的很重要。哎，謝謝老師，謝謝，謝謝。